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章鱼哥美食厨房。今天要分享的是酸甜可口的冰糖山楂月饼。节日里的美食太多，胃的负担难免会增加。学会了今天的美食就不怕了。山楂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有机酸，不但营养，还能助消化。准备好食材，和章鱼哥开启今天的节日美食之旅吧。先来看今天需要的原料：月饼糖浆、花生油、碱水、中筋面粉，还有山楂核桃馅料。完整版的食材配比，章鱼哥放在了视频结尾。我们先将月饼糖浆、碱水还有花生油倒入一个空碗中。加入每种食材一定要称重，因为这个精确的配比才是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广式饼皮不开裂、不塌陷、口感松软的关键。我们先用搅蛋棒将3种原料搅拌均匀，直至完全乳化。搅拌好之后，加入中筋面粉。我们使用翻拌铲将所有的原料翻拌均匀。章鱼哥今天提供的食材配比是可以做13块75克的月饼，或者19块50克的月饼。你可以根据自己月饼模具的克重来分配馅料和饼皮的使用。翻拌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用手去整理一下我们的面团。这个过程一定要轻一些，避免过度用力，让我们的面团产生面筋。然后盖好保鲜膜或盖子，让面团松弛1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馅料。我们把馅料分成每个45克，然后团成一个小圆球。馅料比较软，一会儿我们在包月饼的时候不太好操作。我们可以全部团好之后，将馅料放入冰箱冷冻备用。我们把已经松弛好的面团也都分成每个30克，然后也揉成一个小圆球。因为章鱼哥今天是按照75克的月饼模具来分配的饼皮和馅料。如果你使用的是50克的月饼模具，那你就分成饼皮20克，馅料30克。全部分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包月饼。拿出一块饼皮放在手掌中，将它按扁按薄，然后放上一颗馅料。我们左手的拇指向下按压馅料，右手用虎口处向上收拢面皮。收拢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把封口处封好就可以了。这个过程重点就在于我们在向上收拢饼皮的时候，用力一定要均匀，避免造成饼皮薄厚不一致。最后我们在压模的时候非常容易露馅儿。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冰糖山楂馅料的制作小窍门。因为这个季节新鲜的山楂特别不好买，所以章鱼哥这次就使用了冰糖山楂的罐头来制作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口感更加细腻。章鱼哥是使用了1000克的这个山楂罐头，不含汤汁儿，然后里面就不需要再加冰糖了，因为罐头里面的含糖量已经是足够的。我们直接将山楂罐头放入锅内，小火炒至粘稠，然后放凉之后，我们再加入100克的熟核桃仁拌匀，就可以使用了。所有的月饼面团全部包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压模了。我们可以准备少量的干面粉，我们把月饼面团放入干面粉中，薄薄的滚上一层，这样我们在压模的时候会非常的容易脱模。把月饼面团放进模具里，放在手上或者是烤盘上进行压模都可以。在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力，而且模具不要离开这个平面，确保我们的花型是完整的。
全部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将月饼表面喷水，然后送入烤箱进行第一次烘烤，温度设置为190度，时间设定6到8分钟。第一次烘烤的时间比较短，主要是为了给月饼定型。时间到，我们将月饼取出，然后静置10分钟，让月饼降温。然后我们给月饼表面轻轻地刷上一层蛋液。刷蛋液是为了让月饼的表面上色更加的均匀，更加的好看。刷好之后，我们再给月饼的表面喷一次水，然后将月饼送入已经提前预热好的烤箱。烘烤的时间为12分钟，温度为170度。烘烤的过程我们要注意观察，如果当月饼上色已经达到你的满意，那我们可以盖上一层锡纸，避免月饼的表面上色过度。时间到了，不开裂、不塌陷、花纹清晰的月饼出炉了。刚烤好的月饼饼皮是比较硬的，我们最好是让月饼静置24小时以上，等回油之后再吃，这样的话口感松软的月饼就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按照章鱼哥的方法，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出这道口感丰富的冰糖山楂月饼。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，祝愿所有的小伙伴家庭和谐美满，团圆幸福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美食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